就比如说流浪、家暴，全学校的人孤立我。90后里边没有吃过的苦都中了。4岁的时候，父亲就带着我去要饭，特殊服务的，给了我一份饺子，被我父亲抢着吃了。继父对我也是又打又骂，把我就扔在公厕。我自己会认为啊，我已经走出来是吧？我现在变得就是说也很阳光，我也没有被黑化。我们这个节目啊，如果是一个纯粹是展示人的伤疤，去喋喋不休的说自己的痛苦，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个片子其实一度放了很久，但是我又隐隐约觉得，其实他身上有很多闪光点，那种善良、韧性，还是让我很受触动的。甚至我过了很久，我依然无法直视饺子和葡萄干。当我第2次去他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小公司，我看到就是他这半年他的成长和思考。他现在用行动其实告诉我们，对于所谓的一些有毒的原生家庭，我们没有必要去强迫自己去拥抱他们，最重要的还是要活出真正的自己。你在访谈中也提到了2位父亲，这2位父亲其实造成的童年的伤害比较多，然后其中有一个细节在看到他吃完那个饺子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当时就是挺残酷吧，或者说可能因为当时就是年岁也比较小吧，就是感觉就是为什么要跟我抢吃的对，就跟毒瘾那种感觉似的。他要是没有去瘾的话，他怎么可能会为了喝酒家都不要了？就是我的人生拜他所赐吧。在我4岁的时候，我父亲和我母亲他俩就离婚了。男孩多数会默认判给父亲。离了婚之后的话呢，我房子就是我妈妈然后他们要，我就给了我父亲，就那意思就是说让他别喝酒了，我们2个最起码有个这个房子住。但是我父亲并没有那么做。难听点话来说，就是一个人的性格叫狗改不了吃屎。把房子卖了之后，我们就没有地方住了嘛，那就只有去住桥东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住的那个桥东附近是有很多那种按摩店的，特殊服务的。他们就觉得我挺可怜的，给了我一份饺子。回去之后的话呢，被我父亲抢着吃了。因为很饿嘛，说完我也没吃着，他还会去打我一顿。那个时候形容了我的一个神情的话，应该算是人生当中最不堪的时候。穿个小破拖鞋，浑身也特别脏，头发特别长，真就看不出来，就你是个男孩。那时候你特别小嘛，就我父亲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基本上就是每天就靠捡一些破烂，谁家扔个什么黄瓜呀，谁家扔个什么饺子啊之类的，就这些去吃。他要想喝酒没有钱，那就只能说是去捡点铁，捡完之后他就去卖，卖完之后他呢就是还是卖酒。后来是我有一次也还是正常去捡东西，然后无意之间我就是看到就是一个小花包，那个花包就是我姥姥的那花包。我印象当中他去哪里，然后他都会拎着一个他的那个包，就跟虎斑猫那个皮色似的，一条黑一条白的特别漂亮。在数学角度上来说应该是相遇问题，我俩正好是错过去了。然后等我俩一回头，然后就看见了我姥姥晚上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带着我去理发洗澡。后来又跟我父亲又聊了聊吧，批评，因为确实是我老会认为就是我把孩子放到你手里然后是好的，最后我就是看到的时候孩子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姥姥再带我母亲再去接我的时候，我母亲就骑自行车嘛，然后之后他就在后边驮着我父亲就后边撵。我父亲就是还是想让我留在他身边，可能他也是对我应该是也是有感情吧但是很可惜那个时候然后我年龄很小，我不知道什么感情不感情的，我就跟我母亲就回了家。父亲追你的那一幕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吗？对，也就是人生当中最后一次了。传言当中说我父亲好像掉河里被冻死了，
所以你现在跟母亲关系怎么样？我会觉得我跟我母亲一直的概念是我最头疼的事情。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我很无情，很多人会觉得我是个白眼狼，还有很多人会觉得我是一个根本就没有心的人。到我母亲家的时候，那经历基本上就是，也挺残酷的。我继父其实并不喜欢我对我也是就是又打带骂的。有一年的冬天，应该是在过年，就我继父也生气了，然后完之后他就是把我裹个那个就被子，就让那公厕，那公厕就是简易的，都露天的，就那种，旁边那有雪堆，就让那雪堆里。我妈妈但是不敢吭声，如果她要吭声，她难免会挨顿打。我认为打的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拽着我妈头发，直接从炕上直接拽到了地，之后就拿那个我们东北话叫火铲子，就上去就给我妈后腰打了一下子。我妈妈并不敢吭声，我不知道是我妈妈是在那个家庭里，她受到的窘迫，就是她是有苦衷还是什么？但是有苦衷我也不能理解。同母异父的弟弟，他想吃什么，我都不能抢，我也不能吃。可能我多吃一包方便面，就我继父他不高兴了，就我可能还得挨顿说。我妈妈还不能当着我继父的面说我，得是送我上学的时候，他边骑自行车完边骂我，边说我，你为什么那么不懂事？你没吃过就是这个方便面吗？你这样来完然后之后你继父又该不高兴了怎么？所以说，给我的概念就是我妈妈是一个挺自私的人，就她的想法里面，她只有她的家庭，她没有我。不好意思。我现在对我妈妈的这个，我们两个之间感情是一个什么样的呢？生理关系上的母子，仅此而已。我是5岁半6岁的时候去上的这个学校，我就读这个期间的所有费用，是我姥姥就来出。我姥姥完了之后跟我妈妈说了一句话，我不要求你别的，就周5晚上最好是能把我接回来，洗衣服、脏衣服啥的，如果孩子就想吃点啥，你就给做点啥。他也没有来接我，我一年365天，我就只有寒假、暑假能回家。我可以形容一下那个学校，不是监狱，形同监狱。会家庭特别好，特别幸福，那孩子不会送到这儿来的。被锁在楼里边的孩子，都是然后回不去家的孩子。大家也就会认为就是我不太合群儿，因为我的视觉和他们视觉不一样，我们接触的环境也不一样。我举个简单的现实的例子吧，就是这个葡萄干，大家都吃过。我那时候我也知道什么是葡萄干，但是我没吃过。那个葡萄干他们就是会扔到地上踩一脚，你要吃吗？你要吃你就建议你就吃，然后我就会建议吃，因为你想吃因为你没吃过这个东西。所以说就是在后期我也就从来都不吃葡萄干。是我姥姥然后把我在5年级的时候给我转走了，就让我尝试到这个公立学校里边去就读。对，这都是活的嘛？是，还有鱼，包括里边还有鱼。对，是的。在我从寄宿学校出来以后，我姥姥然后带着我去过的第一个6·1儿童节。公园里边它有个游戏，就是好几个这个罐头瓶，里边放的是各种各样的金鱼，他就让你拿圈套。因为我没有体验过这个东西，我姥姥完了就告诉我，就是今天咱就拿100块钱就套这个圈，你是套10个还是20个还是套一堆鱼随便，就觉得很新颖。可能接受过正常教育的孩子来说，人家可能就觉得这东西已经是过了那个时间段了。就从私立学校走出来的时候，那种感觉是脱节的。然后我姥姥带我，就是弥补我这一段这个中间的空档期。我们有一句话说得好，
就是说，在我东方不亮，西方就得亮。我当老师的主要一句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受到的教育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会认为，我想做一个好老师。从14年吧，我带过的所有的学生和家长对我都是特别尊敬的。就我对学生，就是当自己的孩子，去来对待，不论哪个学生，不论是说你走到哪儿，我都认为你就是我学生，你就是我的孩子。我现在就梦想，就希望我们这公司可以在财务数据上能达到一个新高。现在能想象到的，我的终极目标在海边三亚就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小院，可以有朋友，可以没有朋友，家人也是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因为我父母的经营的婚姻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再加上我呢，母爱也好，父爱也好，我并没有，就是可能在这一点，可能我也可能会跟别人与众不同吧。你其实意识到了孤独，孤独也让你不舒服吗？有吗？没有，我会觉得完，然后我挺享受的。5年级了，出来之后上在9、10点钟以后，我开着我的车，然后之后在天安门就是长安街，没有任何的目的地，就是开车溜达，这个是我特别享受的。给人的感觉就是这孩子不正常谁晚上坐公交车完了后之后看霓虹灯，这晚上去读去？就是你感觉那个状态是最舒服的，就是很放空自己，什么都不要去想。其实我最终那个节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你为什么不结婚不要孩子，以后不怕孤独吗？其实我会认为，就是我不结婚，我也一样，我也可以实现有孩子。比如说我领养一个孩子，实际上追求的就是2个字：自由。对，就是我不想被很多的东西把我给困住。其实是以前我们经历了太多的限制和不得不，然后越是经历那些东西，我越渴望得到自由，对，越渴望自己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对，这就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对吧？我们往往觉得自己没有选择，是因为我们头脑中接受的评价体系只有一种，但是实际上很可能并不是那样子。